燃气灶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家庭用具。燃气灶在使用的时间长了，会闹些小脾气，和我们的人的脾气差不多，时而高兴，时而生气，打不着火，或者是火苗出一半。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有的时候只能干瞪眼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几招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，大家可以慢慢的往下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燃气灶上面的点火针或者是感应针上面如果有水的话，或者有油的话，再或者是堆积一些脏东西，这也会导致燃气灶出现这样的问题。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可以用卫生纸擦一擦点灶火的火苗，还有这个针的部分，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上面的堆积物比较多，可以利用一个指甲刀轻松的解决。我们可以把指甲刀拿出来，上面有一个锉刀的，那么这个锉刀可以用来打磨，只需要把锉刀在打火针上面一会儿研磨，大约磨3分钟，这样能够附着上面的脏污，可以彻底的被清洁掉。不过打磨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注意力度，避免损坏打火针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打磨好了，我们再用纸巾慢慢的把打火针擦拭干净，确保没有任何的残留物。只需要把覆盖在打火针或者是感应针上面的灰尘堆积好，擦干净即可。这个办法能够轻松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再把取好的火盖安装回去，接着我们可以试试打火怎么样。你会惊奇的发现，燃气灶轻松的可以打着火，而且方法简单也比较实用的。那么生活中，我们知道燃气灶的感应灯要有一定被火苗烧到，才能够正常的燃烧的。如果是火苗燃烧不到的话，没有成型，那么为了防止我们的燃气漏气，可以把火苗关掉，会导致燃气灶出现熄火的故障的。如果是燃气灶中间的小火盖，这个小火苗烧到不感应的位置，我们就检查一下燃气灶的中心火盖，再来看一下它的周围是否有水。我们也可以用一根牙签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，可以把这个小火盖拿到水里面冲一下，晾干之后再安装上去。安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中心的这个小火盖出气火孔一定要对准感应器。那么燃气灶不好打着火，可以按照这个方法用针孔投一投，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我们需要将火熄灭掉，还注意一下熄火保护旁针的一个火盖，把火盖拿起来，看到有很多的小孔，火焰会从这个孔洞全部喷出来。在使用的过程中，难免会有剩菜、剩饭、汤汁流出来，做饭的时候会一锅，就会长时间的堵塞我们的孔洞，火焰就无法烧到熄火保护针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准备一根牙签，用这个牙签往这个小供筒戳一戳，把里面的杂物、灰尘全部处理干净。像这样方法处理过后的排气共振筒能够恢复如初，很好的打着我们的燃气灶的。其实家庭燃气灶打不着火或者是火苗不焰的，我们需要一一的排查到底是哪个问题出现了纰漏。我们可以确认一下燃气表状态，燃气表上的电池是否有电。如果是燃气表显示屏幕有刺，那么就是有电的。确认燃气正常的供应，看一下燃气表上面的余额，确定一下没有欠费。还要再确定一下燃气公司有没有致电，有没有临时停气。再来说一下阀门关于开启的状态，带手柄的阀门需要保持和管道平衡，圆圈阀门需要保持向外凸起的。这些问题没有一处是做不到的，这些上面的问题
如果有一点没有做到，都没有办法使用天然气。如果没有天然气的话，灶台当然打不着火的。事实上，有将近一半的燃气灶故障，原因都在于天然气上。正常的情况下，燃气灶打火是这个样子打火的，那根白色的针叫点火针。那么点火的时候，我们的火盖和点火针之间会产生电火花，同时会发出噼里啪啪的声音。那么点火时只有声音没有火花，在排除电源后，能够检查一下火针，特别是这个单个的炉头没有办法打火，重要检查点火针。先检查点火针的垂直度，它的地方如果是歪掉了，没有办法正常点火，那么这个时候用手把它掰回去就可以。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把它掰坏了。再检查一下火针顶部的金属的部分洁净度，如果是金属表面糊满了油垢，也是没有办法点火。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抹布或者是砂纸轻轻的打磨，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那么前面都排查了，如果还是打不着火的话，那就查一下这个地方。点火的时候需要按压我们的旋钮，因为这个按压旋钮，天然气能够在没有火的情况下释放天然气。如果是有燃料才能够打火，如果旋钮下面比较脏被卡住，就会导致没有办法完全下压的。那么有的燃气灶按钮一拔就可以拔下来，这种最好按钮可以清洗。有些燃气灶的按钮上有螺丝，拆掉螺丝可以把按钮取下来。如果是电池没有电了，再来判断是否有电，方法很简单的，观察燃气灶打火是否有火花的声音，听一听燃气灶发出的哒哒声音，声音像平常一样清脆有力。如果燃气灶打火时没有火花声音，而且缠绵，毕竟这样的时间电池久了是没有办法打开的，电池没电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更换电池的，换上新的电池，可以选购3年销量领先的电池，这样电池是比较耐用的。有的电池虽然比较便宜，但是用的时间比较短，那么相比来说，我们买一块好的电池用的时间比较长，也不用担心没有电。燃气灶修理的方法朋友们都学会了吗？真的是简单易学的，方法很简单，平时的时候家里面的小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动手解决的。像今天这个燃气灶，我们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都是我跟老公学的。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清理燃气灶的方法，可以欢迎下方评论留言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